澳门撑了近1个世纪的赌王何鸿燊去了，虎视眈眈多年的小赌王们迫不及待要抢山头插旗子。挺到最后这个人显然比前2个更有脑子。他虽小学没毕业，但脑子很灵光；他虽出身草根，但仿佛吃了豹子胆；他虽爱玩明星，但只钟情一个人的肚子。6年连出2子2女，皆是从台湾9头身美女吴佩慈所出。他就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叠马仔一跃成为2代赌王，拿下塞班岛唯一一张赌牌牌照的男人纪晓波。俗话说登高必跌重，眼看着曾把他送上人生巅峰的博彩贵宾厅走向衰落，网络赌博更是在无生存土壤之际，他抱着最后侥幸心理，选择赌上全部身家性命去搏杀时，他大概忘了老赌王何鸿燊的一句话：不赌就是赢。老赌王能纵横江湖半甲子，家族势力毅然不倒，靠的从来就不是赌，而是审时度势。显然寄信赌徒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。3000多件专利的拍卖价值不及1辆奔驰的身价，这背后是国产手机之王经历背负200多亿欠款，被迫卖房还债的残酷现实。而他的创立人刘立荣在塞班岛豪赌输掉100亿之后，早已远巡境外，不知所踪。你很难讲清楚，在经历手机江河日下之时，刘立荣的豪赌是为了最后一搏，还是破罐子破摔，亦或者是洗钱转移资产？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，他是在给赌场送钱。塞班岛，一个地处太平洋边缘地带，风景秀丽、气候宜人的岛屿，尽管距离上海5个小时的飞行距离，但却总能吸引着中国大陆像刘立荣一样的富豪们前往。他们的名义是度假旅游，实际上就是为了豪赌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去一家名为博华皇宫塞班的赌场，晚上兴高采烈地进去，输个几千万甚至数亿元之后，再无精打采地出来。这样的夜晚，他们的身份在无形之中完成了转换，从大佬富豪成为赌徒，再变为负债的借款人，沦为赌场的打工人。赌场老板纪晓波就是踩着这些打工人的肩膀，一步步往上爬，晋升为塞班岛最豪横的赌王，成为人生赢家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初中还没毕业的纪晓波出来闯荡社会，成为一名小混混。好在母亲的耳濡目染之下，也学会了生意之道，赚了一些小钱，为今后的人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。后来，崔丽杰带着纪晓波一起从东北老家来到澳门，东北少年开始了他的淘金梦。因为没有学历低，又没什么技能，半个月都找不到工作的纪晓波只能去赌场做叠马仔。叠马仔是澳门赌场中介人的俗称，一是为赌场找客源，带客户到赌场赌博；二是充当客户的财务中介，负责给客户借钱，从中赚取佣金。运气好的时候，遇到大方的客人，或者客人高兴了，叠马仔还能在佣金之外还能拿到不少的小费。但叠马仔也是一个风险极高的职业，因为要提前预支赌资给客户，遇上还不上钱或耍赖的客户，就会因此背上巨额债务。所以叠马仔分3、6、9等，更是3更穷5更富，趁他病要他命的偏门职业。总之，这个行业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纪晓波虽然学历不高，但会来事儿，也因此逐渐在叠马仔这一行站稳了脚跟。纪晓波在前期积累了第一笔资金后，他便不再满足于做小跟班。与此同时，他得到了上海一位富豪老板的器重，富豪把他名下澳门的产业交给纪晓波打理。纪晓波在这段时间迅速积累了管理产业的能力，帮助富豪把生意越做越大。有了更多资金的纪晓波，此时脑子非常清楚，他深知金山银山总有被挥霍完的一天。想要长久的发展，投资才是最重要的。在社会摸爬滚打的这10几年，让他拥有了常人未有的眼界，他能够清醒地判断投资方向。2011年，一家名为恒生的澳门赌场中介人公司正式营业。从星际娱乐场的一间贵宾室和12张赌台起步，恒生仅用了2年的时间，就迅速扩展到了永利、银河、金沙城、美高美、威尼斯人等大赌场，发展成拥有7间贵宾室、86张赌台的公司。不仅规模发展迅速，恒生的赚钱能力也一流。2011年开业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恒生就净赚了3亿港元，随后的2年共赚到了9.1亿。而创办恒生的就是纪晓波和母亲崔丽杰，到澳门2年时间就开启了公司。这一方面有赖于2人的能力，但更重要的在于他们背后站着一个神秘富豪，这是一个叫车峰的传奇人物。话说这个车峰手上的资源丰富，所以也想涉足澳门的博彩业。但是以他的身份不方便亲自出面，所以纪晓波成了帮他负责澳门博彩业务的不二之选，逐渐成为车峰在澳门的管家。2011年，车峰成立了恒生公司，负责提供资源，由纪晓波母子负责前台的运营和管理。有了这样的组合，恒生发展迅速。
仅2013年10月，经手的赌额达到390亿港元，一跃成为澳门最有名、最赚钱的赌场中介人之一。纪晓波母子也开始真正在澳门崭露头角，成为澳门赌界的红人。成为澳门赌场红人后，纪晓波已经不满足于只做澳门赌场的台面人物，开始将目光投向了香港这座国际金融中心。2011年，纪晓波开始涉足香港资本市场，当年以1400万港元的价格购买了天元投资40%的股份，成为了港股上市公司天行国际的大股东。纪晓波也顺理成章地出任了天行国际的执行董事和执行总裁。2012年，纪晓波通过母亲控制的公司收购了香港俏谷天然第一食品75%的股份。2个月后，天然第一食品以4亿元的价格收购了恒生公司。就这样，纪晓波通过借壳的方式，把他在澳门的赌场中介公司送到了香港资本市场。这时候，纪晓波也真正过上了有钱人的生活。在投资之外，纪晓波也开始猎艳。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女明星，如今都开始追求他。纪晓波交往了很多明星女友，和他传过绯闻的就有红遍两岸杨恭如、林心如、熊黛林、颖儿和黄奕等女明星。而纪晓波公开的女友，则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周杰伦前女友，曾经的九头身美女吴佩慈。两人相识后火速相恋。2013年9月，吴佩慈公布和纪晓波相恋的消息，称男方已回台湾见过家长。之后，吴佩慈迅速隐退，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，为纪晓波生下了2男2女。纪晓波可谓是财色双收，作风高调的吴佩慈经常在微博上晒自己的豪门阔太生活，让隐形富豪的纪晓波开始频繁地曝光在聚光灯下。虽然吴佩慈是大明星，但纪晓波在这场恋爱中占据着主动权。在两人吵架分手之后，吴佩慈主动出来道歉，公开表示是自己付出的不够多，方才获得纪晓波的原谅。在忙着和女明星恋爱的同时，纪晓波也不忘利他们带来的资源。在香港中环的4季酒店，也就是大家俗称的望北楼里，纪晓波凭借身边的女明星资源，开始频繁的组局。他也成了港圈中最神秘的资本掮客，一边和明星女友谈着恋爱，一边开展一系列资本运作。纪晓波在香港的生活可谓是风生水起。2014年是纪晓波人生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。这一年，大陆开始强势反腐，澳门赌场陷入低迷。美高梅、澳门等3家赌场旗下贵宾厅的股东之一，明星叠马仔黄山卷款100亿港币私逃，震惊澳门赌界。纪晓波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，他将目光从澳门转向太平洋上的塞班岛。塞班岛在当时只是一个并没有多少人关注到的这个小岛，所以博华太平洋很轻易地拿到了赌牌。2014年8月，博华太平洋以1500万美元1年的赌场牌照费，获得了塞班岛唯一赌场牌照，期限长达40年。只是博华太平洋需要在当地投资不低于31亿美元。纪晓波豪掷数十亿美元在塞班岛大兴土木，建酒店、庄园、度假村，开赌场。赌场还没建好时，就临时租用当地的酒店开赌场。即使是临时赌场，也阻挡不了富豪豪掷千金的热情。塞班赌场成了当时最成功的赌场。根据彭博商业周刊当时的披露，2017年的上半年，博华太平洋的现金收入几乎是澳门最豪华赌场的6倍。2017年，纪晓波在塞班岛打造的顶级酒店博华皇宫酒店投入运营。赌场开业时，怀有身孕的吴佩慈不仅亲自下场宣传，甚至提前剖腹生子以示庆祝，而且花了10亿为婆婆崔丽杰定制了2条中国龙放在赌场的大堂。新赌场投入运营后，博华太平洋赌桌从临时赌场的48张赌台、141部饺子机增加到了77张赌台、243部饺子机。如果新赌场全部建成，这里的赌桌数量几乎可以再翻1倍。这一年，博华太平洋还联合主办首届塞班国际电影节举办，邀请了众多知名演员与重量级导演参加。塞班岛一时星光熠熠，那是塞班岛的高光时刻，也是纪晓波和吴佩慈的巅峰之时。就在纪晓波转战塞班岛，即将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，他背后的大佬车峰却迎来了降维打击。这时候想隐身的纪晓波晚了，即便没被带走，他的黄金帝国也开始摇摇欲坠。而高度依赖贵宾模式成为博华太平洋最大的风险点。随着国内对外汇管理和反洗钱工作更加严格，很多大佬再想拿到资金到海外赌博或洗钱也更加困难。在前3年收入暴涨之后，大客户迅速流失，赌场收入大幅下降，博华太平洋很快陷入了亏损当中。2018年和2019年，博华太平洋合计亏损超过68.69亿港元。纪晓波母子原计划投资240亿港元建设的14万平米的博华皇宫塞班度假村，在1期项目完成后，2期工程也一再推迟。
博华太平洋的巨亏又导致了资金的短缺，可谓是雪上加霜。就连纪晓波送给吴佩慈的价值高达3.3亿港元香港半山海景豪宅，也已经连续抵押了3次。纪晓波再次变得低调和沉默起来，就连曾经喜欢高调晒阔太太幸福生活的吴佩慈，也在微博上安静了许多。纵观这个从闯荡澳门的少年到塞班赌王，他只用了22年；而从塞班赌王到如今负债100亿，他却只用了2年。风光无两的背后大佬们也已经伏法，在塞班岛输掉100亿的金利创始人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。这不正应了那句话：俺看你起高楼宴宾客，楼塌了。说白了，人生就是场拉力赛，兜兜转转都要回到原点。可惜一些人在权力、金钱、美女交织的游戏里渐渐迷失，最终跌入无间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的唯一 C 位，更是豪门生育机器的顶尖玩家。他用7年时间证明，我不仅玩得花，生得更花，男男女女一大堆。此台换不来香港富豪纪晓波的明媒正娶，有人嘲他不是在生孩子，就是在怀孕的路上，花费10亿雕龙画凤讨未来婆婆欢心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60亿生娃奖金也成泡影，久而久之，吴佩慈这3个字仿佛直接意味着依附男性的拜金物质女，没有名分的生育机器。在这个倡导独立大女主的时代，这样的生活方式一边让观众觉得可怜，一边又让观众深感不耻。媒体对吴佩慈的态度更是一言难尽。可又有谁注意到，随着洗米华的倒台，安以轩老公的被捕，四太梁安琪的沉默，这个曾经的9头身美女摇身一变变成了这副模样，难怪大小 S 恨得牙痒痒。吴佩慈这操作颇有一种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他人看不穿的意味在。敢把大 S 的英文名取给自己的狗，嘲笑小 S 矮得像侏儒，能同时羞辱到大小 S 姐妹的吴佩慈，难道只是单纯的嘴巴臭吗？来回顾下最让大 S 愤怒的这一期康熙。当天大 S 自曝她天生皮肤黑，极其在意别人说她的肤色，可吴佩慈却当街嘲笑她是个黑肉弟，意思就是天生皮肤黑。不过吴佩慈侮辱完大 S 还不忘自吹，当小 S 再次问起这件事时，吴佩慈的嘴虽然在辩解，但腰已经笑弯了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嫌弃小 S 又矮又不漂亮，是个侏儒谐星，还把大 S 的英文名 Barbie 取给自己的狗。吴佩慈是说话不过脑，还是有意而为之？在我看来是后者。毕竟他和大 S 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争首席美女的宝座。将时间倒回吴佩慈升高中的那年，干啥啥不行，脸蛋第1名的她，被父母送进了明星都在上的华冈艺校，结果一进去就引起了轰动，一是为钱，二是为色。吴佩慈爸爸生意做得不错，所以吴佩慈从小就住豪宅，用名牌。进学校第1天就背了个同龄人都背不起的奢侈包。不过比起包包更闪耀的是她的美貌。吴妈妈是中美混血，吴佩慈不仅继承了她的深邃五官，更长了一双逆天长腿，因此被立赞为9头身美女。9头身的意思是脑袋和身体的比例是1比9，是比例优越的代名词。然而这种全校追捧的盛况却严重威胁到了原班花的地位，原班花就是大 S。在吴佩慈出现之前，她在学校混得风生水起，不仅有大把人追，还跟小 S、阿雅等人组了个姐妹团，也就是后来的7仙女。眼看仙女风头被抢，大 S 决定要在吴佩慈变成自己敌人之前，把她变为朋友。就这样，吴佩慈被大 S 一顿忽悠，正式结为姐妹。虽然表面互称姐妹，但他们的较量才刚刚开始。这是大 S 和吴佩慈的较量中，她输得最惨的一次。2017年10月，吴佩慈在庆祝39岁生日时，将价值100万的白松露切成片，像雪花一样洒在身上。有些人见都没见过，她却可以拿来肆意挥霍。而在同年，她闺蜜大 S 的婆家却因资产纠纷再度闹上法庭，资产被冻结，丈夫投资又失败，连王思聪也来看大 S 的笑话。或许这次输得太惨烈，所以大 S 离婚后做的第1件事就是跑餐厅吃白松露，并命令厨师他没喊停就一直切。此事冲上热搜后，不少人都想起了吴佩慈当年的壮举，并怀疑大 S 是在一雪前耻。这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看着他俩较劲多年总结的经验之谈。将时间倒回2000年，这一年姐妹团里最急的人就是吴佩慈，因为小 S 在主持上圈粉无数，阿雅和范晓萱的音乐也小有成就，
更令他眼馋的是，一直在跟他争首席美女的大 S 居然靠《流星花园》一炮而红。吴佩慈认为，论脸蛋他跟大 S 不相上下，论身材他更胜一筹。自信心爆棚的他很快在《流星花园2》里演起了美作的女朋友。果不其然，这部剧一播，严正条顺的吴佩慈就成了全岛少男的梦中情人，前途一片大好。就在他以为自己可以和大 S 平起平坐时，曾经被他视为黑肉底的大 S 居然另辟蹊径，将变美窍门总结成册，出了本叫《美容大王》的书。这本书有多畅销？这么说吧，现在还有完美把这当成人生宝典。吴佩慈眼红极了，于是紧随其后出了本同类型的《美丽达人》，热度和销量都是有的，只不过不如大 S 那本。比完畅销书后，这两姐妹又开始比男人。眼看大 S 周旋在蓝正龙和周渝民之间，吴佩慈也赶忙招了一朵桃花。男方是林志玲的前男友，一个叫苏典中的设计师。虽说撩妹很有一套，但是没名气也没颜值。反观大 S 的男友都是蓝正龙、周渝民这种级别的帅哥，因此 S 姐妹没少嫌弃苏典中。吴佩慈再怎么不看脸也是个好面子的人，于是没过多久，她便和拿不出手的苏典中分道扬镳。吴佩慈虽然没结婚就生了4个娃，但把爱马仕当菜盘的她根本不需要大家的同情。不信你看，这是吴佩慈刚怀孕时参加的一个翻包活动，几十万的钱包，几百万的表，吴佩慈晒着晒着还哭了起来，表示自己以后终于不用奋斗了。而她一出道就把不劳而获、瞄准富商当成了座右铭。当时台湾地区很流行找女明星陪吃饭，名气越大报价越高。在吴佩慈出现之前，位居榜首的是林志玲。为了将林志玲扳倒，吴佩慈 cos 性感的蜘蛛女，自曝有粉红色乳晕，各种场合都是轻装上阵。恰逢那段时间林志玲意外坠马，吴佩慈便趁虚而入，一举拿下台湾女星的饭局最高价。这饭一直吃到2011年，她才在一场活动中遇到了纪晓波。后来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，纪晓波一直不肯给名分，但吴佩慈却在未婚的情况下连续生了4个娃。他难道不明白孩子并不能换来名分吗？不，他相当清楚，但他更想要的是不需要劳动就能得到的优渥生活。他的原生家庭虽然富裕，但并不能让他挥金如土，不然他不会放弃那么多爆红的机会，跑去跟富商牵扯不清。吴佩慈的起点其实很高，一出道就跟徐怀钰等人组成少女组合，因为外形出色成了公司的力捧对象，出过几张效果不错的专辑。谁知吴佩慈嫌唱歌太累，没过多久就不肯干了，改行去演戏。靠着《流星花园》里美作女友，她圈粉无数，戏约不断。鼎盛时期，连周星驰都来约她吃饭，想找她演《功夫2》。只可惜这个千金大小姐觉得演戏也很累，果断拒绝了星爷。琢磨来琢磨去，吴佩慈这才发现，唱歌演戏都不是她的爱好，过好日子才是。于是就有了她从富豪里来到富豪里去的盛况。她最后选点纪晓波也是几经折腾，在3番5次的复合后，便开始了各种狗血剧情：怀孕、传婚讯、生女还没婚，再怀孕、传婚讯、待产还没婚，生子、传婚讯的不断循环还的循环。中间吴佩慈停掉了所有工作，带着价值数百万的10克拉钻戒，无数次跟媒体表示等到叉叉叉就嫁人，还幻想着举办一场海岛婚礼。却纪晓波用小孩可以生，但结婚不可能，浇灭了所有火苗。显然高调的谈论是纪晓波反感的根源，可怜当局者迷。除此之外，吴佩慈临盆，男方带着别的女人在澳大利亚度假，吴佩慈待产，男方被爆出和颖儿一起出游，斗完小3斗小4，也没拿到正宫的身份，不但要独自剖腹生子，生完儿子还要帮纪晓波澄清丑闻，怎一个深明大义了得。要是以上都没有儿子的错，2胎生完儿子也该有名分了，没成想得到的却只是一次陪同出游的机会，偶尔同框必定紧贴。被调侃感觉吴佩慈是个不会自己走路的连体婴，但仔细瞧瞧她那姐妹淘团体7仙女，哪家不是过着堆金的生活，以及那一场又一场充斥着夸张的宫廷风派对等等炫富行为。自以为女人想要保持可爱无可厚非，可是千万不要盲目制造可爱，也不要把虚荣当成可爱的资本。掩藏好逸恶劳的属性，还引以为豪，有颜有才有资本，踏踏实实的唱个歌，演个戏，走个秀，写个书，煮个食，就能过上想要的日子。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足够把自己打造成和范爷一样的豪门了。
什么样的男人找不来呢？讲真，爱你的男人，即便你不能生育，他也会爱你；玩弄你的男人，你就是生一个足球队，他也不会娶你。以孩子做赌注，所谓的爱情和婚姻，无异于一场钱与性的交易，到最后落了单亲妈妈的头衔，好不凄凉。能说吴佩慈可怜吗？恐怕不能，因为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因为以纪晓波的段位，要拿捏吴佩慈并不是难事。纪晓波现在对外称呼吴佩慈都是老婆或孩子的妈。纪先生的所有行为也都是吴佩慈出面做的回应，他们两人的关系早就不是只睡不婚那么简单了。即使是那张曾经被群嘲的喂饭照，也被网友挖出了后续，原来并不是吴佩慈单方面上赶着，纪晓波也给予了回馈。一段亲密关系能够长期存在，双方必定有价值交换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早期的纪晓波可能就是将这宝岛美女当个乖巧床伴，可随着4胎娃娃的扎实落地以及洗米华的倒台，吴佩慈就成了他最后的退路。而吴佩慈除了没有得到一纸婚书，他想要的都得到了。那些嘲讽吴佩慈的人，除了口嗨，可能只剩下了眼红吧。毕竟就算是明媒正娶的婚姻，也难免里面一地鸡毛。虽然吴佩慈不符合正道，但不得不说他这前半生过得确实比平常人爽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权力者游戏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